2021爱奇艺尖叫之夜综艺单元。生活迷茫找不着北，幸亏你认识了大张伟。我不是范绿绿，我不是范蓝蓝，我也不是范子子，我是范丞丞。毕业是什么？毕业就是闭上眼睛比个耶。年度综艺之星，大张伟、范丞丞、李诞。你好，我是大张伟，非常感谢爱奇艺给我这个荣誉，是爱奇艺尖叫之夜的年度综艺之星。所以从现在起，各位不要叫我综艺顶流之类的，叫我什么综艺之星没有错。2020年呢，我的尖叫时刻就是每次各位冲我尖叫的时候，我都想冲你们尖叫。这么大声干嘛？你吓死我了！不是，当你说你爱我的时候，我也希望我能够尖叫说我也爱你。2021年到了，希望各位新年快乐，每天都能够更爱我，每天都能够做到让你自己值得尖叫的事情，耶！淘气小分队特意准备了一个找茬游戏，来迷惑综艺小能手福西西。那么今天的突袭会顺利进行吗？哎，这就开录了。做是我的习惯。Hello， 没有什么惊吓吗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确定没有？你有这么感觉？没有。啊，没有，不要搞，不要搞。好嘞，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一些简单的游戏。游戏的话呢，我们的道具现在在桌子上面。好的。是一个大家来找茬的游戏，上面有5处不同的地方，然后你挨个的找出来，然后用我们的笔把它划出来。好吧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就是找不同。对，找不同。哇，手指不同，然后项链不同。福西西沉迷找茬无法自拔的同时，工作人员火速逃离了现场。哎，什么鬼？我就知道肯定会吓人的这种。这还有 GoPro。哇，搞得我无心游戏啊！这可怎么着 ？Disconnected。哎呀，你们这个惊喜没有了，你们这断开连接了。面对这个猝不及防的意外，门外的淘淘子们请准备。都在我的。恭喜范丞丞获得2021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综艺之星。哇，好能盯呢，好能盯得住也是厉害。果然我就知道有一些这种什么惊喜之类的。对，还好没有让我尖叫出来。OK， 好，那突然收到了这份荣誉，很开心，感谢爱奇艺。其实我录综艺的这个最本真的目的是为了给大家带来欢乐也好，让大家能够笑得更开心也好，然后呢能够忘记生活中一些小烦恼呢。所以呢，很高兴大家能够喜欢看我的综艺，然后喜欢我录制过的综艺。对，然后呢，对，这里就是新录制的综艺《潮流合伙人》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敬请关注，对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。对，感谢大家。哦。最近的尖叫时刻可能就是门锁杀青的瞬间吧，真的尖叫，因为真的生平第一次拍摄的这个电影，对，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意义蛮重大的。2021年要跟大家见面的作品可能有第1部是《灵域》，然后第2部是《致命愿望》，第3部是《门锁》，好像都会在2021年跟大家见面。对，所以2021年看来是很重要的一年。
对家人也好，对粉丝们、程星姐姐们也好，对自己也好，就是在冬天，希望不要风度，要温度，对，还是要保暖要做好，然后其次不要生病，要保持身体健康，然后平平安安就是最好的。导演组以采访为由，将蛋总约上天台，一次淘气的采访准备就绪。蛋总，祝你好运哟！ 3、2、1，我看谁？啊，看机位不看人哦。蛋总似乎觉察了一丝丝诡异。你们没有问题吗？然而，并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。嘿嘿，希望一会儿你还能如此淡定。蛋总你好，我叫出没，熊出没。蛋总你好，我叫于哥，闽贵姓张，张于哥。蛋总，你们这个水平都被公司交个朋友吧。太傻了，我不接受。小石，快点走！我们保安呢？我们公司的保安呢？都没有人管吗？蛋总，别激动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蛋总你好，我们接下来会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。行。Round 1。小火苗问妈妈：“妈妈，为什么我们的火苗是一跳一跳的？”我又不是你妈妈，我不回答。傻孩子，因为我们是精神小伙。Round 2。辽宁是中国最推崇 ins 风的地方，请问为什么？辽宁是中国最推崇 ins 风的地方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：见人，你ins不？ins。Round 3。爱干净的机器猫为什么没有脖子？因为兰博基尼。请听第4题：一只小蚂蚁迷路了，问另一只小蚂蚁：“你都如何回忆我？”另外一只小蚂蚁他说了什么？请回答。你该如何回忆我？带着小伙子很沉默。KO。请听最后一题。我不听了，就在这儿了，快！你们要干嘛？带着女孩子坐过山车拍照会拍出什么样的效果？你来。尖叫。之夜。这个必须得有。恭喜李诞获得2021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综艺之星。这是啥呀？2021年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综艺之星。哈哈，我现在真是悲喜交集。太荒唐了，这都是谁设计的？你们就走了吗？为什么呀？喂，保安，把他们2个抓住，不要让他们走。感谢爱奇艺以如此讽刺荒唐。我完全不明白你们在干什么。感谢年度综艺之星，哇，我真的是受之有愧。尤其经历了刚刚这个环节之后呢，我有一种入错行的感觉。我为什么要被人这样对待？就是因为综艺上太多了。我要是平时严肃点，他们是不是也不至于这么整我？谢谢，很有创意，还给了我根香蕉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尖叫是一个好的还是好的尖叫，还是恐惧的尖叫？好的尖叫，好的还挺多的。演出吧，第一次做那个比较大的演出啊，然后去做直播卖东西也很尖叫，很快乐，也很刺激。就是2021年会继续做，一直在做的节目吧。在爱奇艺就坚持做在我们爱奇艺的一些常态节目，做家务的男人，哈哈哈，继续做。对。一个彩蛋。
不好的尖叫时刻，首先呢，今天获得这个年度综艺之星被2个莫名其妙的黑衣人惊吓，就是一个不好的尖叫时刻。倒不是害怕，主要是他们在说什么，就是他们说的东西太让人恐惧了。不是2021年了吗？我怎么感觉听到的都是特别初中的那些冷笑话，我很难过，我很难受，就是我不想跟这些笑话同处于一个空间了，这让我对我们综艺的发展忧心忡忡啊。就是综艺已经做到今年，其实2020年是我们综艺的一个爆发年，大家也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其实今年我们国产综艺很了不起，做出了非常多非常强的综艺节目。但是为什么颁发年度综艺之星奖的时候要说这么烂的梗，要说这么土这么破，已经都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类在用的冷笑话，用这些烂梗来抹煞了我们2020年所有节目制作人、所有朋友们、艺人朋友们共同的努力。朋友们、艺人朋友们、节目制作人朋友们，咱们白干了。